那天师父没有让我练拳，他带我走进林里，说要跟我讲一条内在的河。他说，当你气能沉丹田，就可以开始通一条路，叫做任督二脉。师父，我以前听过任督二脉打通这种说法，可是也听人说那是小说在写的，真的存在吗？小说写的夸张，但不是空穴来风。任督二脉不是神话，不是气功秀，它们是真实存在于你体内的气路，就像河道一样。任脉主行身前正中线，由会阴阴部起，沿腹正中上行至咽喉下肯。任脉总任全身诸阴经，有阴脉之海之称，功能为主一身之阴气，调理脏腑、气血、津液及生殖系统。从下往上有会阴穴、丹田穴、中脘穴、膻中穴、承浆穴等。督脉在后，主行背后正中线，从会阴尾闾起，沿脊柱上行至头顶，再下至上肯口腔上门齿后。督脉总督全身诸阳经，有阳脉之海之称，功能为主一身之阳气，调节脊椎中枢、脑髓精神与神气之流行。就是人体的脊椎，从尾闾穴、命门穴加脊穴、玉枕穴、百会穴、肯交。当修炼者以一手丹田，气自会阴，起关沿督，脉上升经百，会至上肯交，再由舌顶上颚接通气机期，顺任脉下，降回至会阴极位。任督循环一周，称小周天。这两条脉是你身体气能循环的根本，如果它们不通气，只能停在丹田，转不了身。但你要记得，任督不是靠冲开的，是气沉到一定程度后，它自然会启动。那是什么时候？会启动有什么感觉？先说条件，你若气未沉丹田，心未静，身未中正，气就不可能上来。但你若气沉稳丹田，热脚跟稳心气守住，你会突然某天感觉气自己在走。气走任督的感绝不是什么电流，也不是奇怪的震动，而是一种温热感从丹田向上飘过，胸向阳光在河水中游动，一股细细的气流绕过脊椎，彷彿背上有风，一种内在的完整性感觉气，不只在丹田，而是全身贯通。那天我站在林中静静呼吸，没有任何观想，但忽然之间，我感觉从肚子开始有一丝热流，慢慢的滑上胸，绕到背，再慢慢融回腹中，不是强烈的力道，而是一种内在流动的宁静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站着呼吸手心，但身体开始自己动起来了。任督之气一旦启动，整个人就像竹节打通水，开始灌进来。你以前的气只是聚，现在开始走了。聚是一口井，走是一条河。那如果气开始走，是不是就是任督打通了？不急，这只是初起。真正的通是从丹田起，能顺着身体上下贯穿，来去自如，不靠意念，不靠呼吸，而是自然启动，无为而为。有些人急着观想气、上行气冲脑门，结果气乱走，偏头痛、胸闷，甚至内火上升。你记住，气沉为本，任督始通。若无沉气，通者皆虚。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打通，而是启路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任督二脉不是修出神功的捷径，而是当你身心都能归一气，自然走出的正路。不是冲出来的，是守出来的；不是追求的，是等待的。是你够沉，路自己开。等哪天你能站30分钟不动气依然流转，
那时你再来问我什么叫一气周天，但现在你只需要让气回家，守它在那里不走，这样路已经开始打开了。原来人都不是目标，是结果，是你静下来，稳下来，气就想走。而这一切都从一件事开始，让气沉入你身体最深的地方。以前我以为练气是为了功夫，为了推手，为了某种特殊能力，但这几天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，就算我没有出拳，没有推人，只要我气还守着，我整个人都稳得不一样。以前这时候我会烦躁，会催小孩快点，但现在我竟然还能笑出来，心里那口气是安的。师父，我现在没在练拳时也会感觉气在转在流，甚至在工作、讲话、洗澡的时候，气还在，我整个人就很稳。这是正常的吗？那就是你把气真的养起来了。气不是只给拳用的，拳是载体，气是本体。你练气不是为了出劲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回到中心。气沉丹田，就是把你整个人的重心放回身体里。当你气浮心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讲话快，声音飘，呼吸浅，脑袋乱转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情绪容易受波动，容易爆炸。但当你气沉，你会呼吸长声音，稳讲话有力，眼神不飘，心不慌。一件事做得慢，但做得稳。原来那些我们以为的坏脾气、多想、注意力差，都是气浮的表现。而练气就是把你从天马行空拉回到脚下，把你从脑袋拉回到丹田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稳定不是性格，是气的事。你若想人生有中心，就让气沉；你若想说话有力量，就让气沉；你若想在混乱中不乱，就守住丹田。那不是什么神秘的内功，只是你学会把心放在身体里。你可以讲话快，但气不能飘；你可以思考，但气不能浮；你可以行动，但心不能跑光。所以气沉丹田是活着的一种存在方式。我忽然想到，从小到大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回到身体里。学校教我们知识，社会教我们速度，但师父教我气，教我们活得稳。师父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气沉丹田不是功夫的技巧，是人生的根。说得好，你记得这句话：气不在拳里，气在你，整个人怎么活。拳是练的，气是养的，养久了不只是气沉，是你整个人开始沉得住了。有些人用拳练气，有些人用气练拳，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是用这一口气在学习怎么活回来。拳打到后来，我开始不再那么在意招式对不对，而是更在意我有没有把那一口气留在身体里。我发现那口气安住的时候，我的眼神安与气安，整个人也安。那不是气功，不是神通，是一种活得有中心的感觉。师父，您说过心气相守丹田，现在我才真的懂了一点点。我以前总觉得修行是离开生活，但现在我知道修行就是生活本身。说得好，气若归根，心就不飘。心不飘，你在什么地方、什么身份、什么状态都不会乱。你以后会遇到很多事，家庭、事业、情绪、人我之间，但你只要记得你还有一口气在丹田，那你就不会散。拳在外，气在内，气在内，心不乱，心不乱，道可行。这些日子我没有变成什么高手，也没有打败谁，但我真的学会了怎么站稳自己，
我站在地上时脚是稳的，我说话时心是沉的，我睡觉时气是收的。那不是练了什么特别的气功，而是从站好、坐好、说话好这些最日常的事中，一点一滴养出来的气感。我现在不用一直想着气了，但它就在那里，在我安静的时候，在我沉下来的时候，在我不争不抢的时候，它就在我心里和丹田之间守着我。你走到这一步还不算通，但已经在路上。气沉丹田只是太极的入门，任督出气只是路口的门牌。真正的修行是气守住了，人也守住了。这样的你，不管站在哪里都有根，不管风怎么吹，你都不倒。修行不是走进山林，而是走回自己；不是离开尘世，而是能在尘世中安住一口气。一口气沉于丹田，一口气活在当下，一口气走进每一刻生活中。我没有通什么神脉，也没有练出什么奇功，我只是终于能够好好的呼吸。我一直以为所谓丹田不过就是个想象中的位置，但现在我真的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有什么开始慢慢沉下去，在里面聚起来了。师父说的心与气相守丹田，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。一股气，不靠力，不靠意念，只靠身体的松与静，竟然能自己慢慢动起来。还有刚才推手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瞬间好像听到了对方的力，不是用眼睛看，也不是用耳朵听，而是整个身体一起在感觉。那一刻我没用力，他也没用力，可是我知道我要往哪里走，我知道他也知道我知道。气开始沉了就有路，下一步要让这条气的路通到后背，通到脊椎，通到天门。到时你会明白什么叫一条线，一柱气，一身松。气能通任督，方可藏神。丹田如泉，气动如轮。万法之源不在权势，在于中轴贯通。